这节课呢，就讲第7篇的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这篇是讲3个病，也就是3病合篇。一个是讲肺痿，第二是肺痈，第三是咳嗽上气。咳嗽上气呢，它是2个症状，是以症明病的那么这3个病呢，它都是出现在肺部和胸膈，所以这3个病呢，会有很多相同的症状。那么最重要的、主要的症状是什么呢？大家都有的，那就是咳嗽。第二呢是吐痰，咳嗽络痰。经会里面是讲坐妥闲默。那么这3个病同时都是肺部的疾病，可是它有虚有实。肺痿是一个虚症，肺痈是一个实症。咳嗽上气呢，有虚也有实。首先我们介绍这3个病的含义。第一个是肺痿。肺痿顾名思义，它是肺叶痿弱不振，由于肺主气司呼吸，肺主表，肺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所以肺部如果是痿弱不振的话，司呼吸的功能就失之了，通调水道的功能也会失之了所以它的症状首先就是咳嗽。咳嗽是肺气不利的表现，由于它痿弱不振了所以就出现咳嗽。第二，吐坐妥闲默。坐妥闲默就是咳出来的浊溏或者是闲默，也就是现在概念我们后世中医所讲的咳出来的浊痰。在经会里面是不讲痰的，不讲咳痰的，咳浊溏。所以这个病呢，它是一个以咳嗽吐坐妥闲默为主症的慢性虚弱性的疾患。但是我们知道，引起肺叶痿弱不振的原因有寒也有热，热症可以引起，寒也可以引起比如肺或者是整个体质的阴液不足了，阴经津液不足了，那么就会影响到肺
时间长了，影响到肺以后呢，肺主气的功能是知道就会久咳，就会咳嗽，久咳呢，肺阴就更虚，所以肺部的阴液不足，使到肺叶枯萎。第二个，寒症肺胃阳虚有寒，寒邪内生，是指内寒。那么时间长了，也可以使到肺叶枯萎，所以产生慢性的虚弱性的疾病，但是有虚寒症和虚热症两个。所以我们临床上呢，就要注意区分虚寒与虚热症。第二呢，是肺痈。肺痈，我们知道这个痈就是指痈脓或者是痈塞。其实这个痈呢，是这个壅塞的壅，壅塞的壅的变化。那么这个壅塞是指肺部的壅塞，什么壅塞呢？热、毒、痰涌塞在肺部而产生的病变，所以肺痈是指肺脏的痈脓。这种病呢，它是一种实症、热症，它以咳嗽、胸痛、吐、脓血或者是腥臭的痰为主要症状。因为病人的肺部长了一个疮，所以后世西医就说它是肺脓疡。那么由于它是脓疡，长了一个疮，它要化脓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个是咳嗽，一个是吐痰，但是吐出来的痰呢是腥臭的，因为它有热毒血腐成脓，还有呢还会吐出脓和血，吐脓血，腥臭，同时产生胸痛。由于胸部脓疡了，一咳嗽震动就会产生胸痛。所以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肺部的痈疡。那么产生肺痈的原因，多数是外邪引起的。由于风热毒邪犯肺，然后呢热溶血瘀，润样成脓，这个就是肺痈的病因和它的病机。第三呢是咳嗽上气病。咳嗽上气呢它是以症状，咳嗽和上气。什么叫做上气呢？是指气上逆，这是病人自觉的症状，他自己感到气老是往上顶气上逆。
因为往上顶，造成呢病人出现了呼吸困难，所以产生气喘，还有吐作唾，作唾就是浊痰，吐浊痰为主要症状的一个病。那么这个病呢，它的主症就是咳嗽、气上逆而气喘，同时呢吐浊痰，这是它的主症。那么这种咳嗽上气，常见于现代医学所诊断的哪些病比较多见这种咳嗽上气呢？一个是哮喘，一个是这个喘息性的支气管炎，慢性喘息性的支气管炎还有呢这个肺气肿合并感染肺气肿的病人合并感染，或者呢这个慢性的支气管炎合并感染，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气喘、咳嗽、吐痰。所以原文中呢，他就提出一个肺胀，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其人喘，目如驼胀。提出这个肺胀的病名，其实是指病机就是指咳嗽上气的病人呢，他现在有外邪，就是感受外邪，以后呢，肺气呢就会被抑，是吧？肺气就被抑，那么再加上呢隐邪，就是肺胸膈里面有痰饮，所以外邪内隐在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就会使到邪实气备，肺部邪实，这个邪是指外邪和痰，使到肺气被抑而产生肺气喷溢，就是肺气胀满，感到胸膈里面很胀，这个就是咳嗽上气的主症。所以这个肺胀呢，其实就是咳嗽上气里面的一个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症状，就是有外邪合并有内隐，使到肺气呢胀满被抑而产生的病症是一个类其肺胀是咳嗽上气里面的一种类型。这个是三个病的基本概念。那么由于这三个病呢，它都是肺部的疾病，同时都会产生咳嗽、吐痰甚至可以出现胸部胀满。所以呢，这三个病合在一起来讨论呢，目的是什么呢？要我们鉴别诊断，就是这个病人给你看，他是以咳嗽、吐痰、胸部胀满、气喘来给你看。你首先要给他分清楚，究竟是肺痿还是肺痈还是咳嗽上气然后进一步分清他的虚实寒热所以我们对三个病的主症一定要牢牢记住。肺痿它有寒热之分，那么它的主症
吸热肺痿的主症是咳嗽、吐柱妥涎沫。等一下，还会介绍一下肺痿跟肺痈的鉴别。那么吸寒性肺痿呢，它的主症是什么呢？它是寒邪困郁，使到肺的通调水道的功能失之。同时，肺是水上之源，由于它肺家有寒不能够控制下焦，上焦它不能够控制下焦，于是就会出现什么呢？咳嗽比较轻，而主要的是吐痰、吐浊妥涎沫，或者是吐口水，清晰的。其次呢，会产生目眩和小便缩，或者是遗尿这个症状。这个是吸寒肺痿的。那么肺痈的主症就是咳嗽、胸痛，初期和中期呢咳出来的痰是浊妥腥臭，到了后期溃脓期就是溃烂了，那个脓疡溃烂了，那个脓出来了，就变成了咳妥脓血腥臭。所以进到病人的病房或者是房间里面，可以闻到一股很腥臭的气味，就是溃脓期了。这个是肺痈的主症。咳嗽上气就是咳嗽、气喘、胸满、吐痰。那么咳嗽上气就要注意这个有没有外感的存在，一定要注意。凡是治疗咳嗽、气喘的人一定要注意有没有外感来引发。有外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解表宣肺不要单看到这个他气喘很多痰，就跟他直喘这个除痰，不行，一定要跟他解表。你表邪不去，你怎么治也很难治的所以这个咳嗽上气病3个病呢是有同中有异的，异中有同的所以要注意鉴别。下面呢就分开来讲了。第一个是肺痿，这个肺痿主要是讲吸热肺痿的成因和这个主症。我们看原文，问曰：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肺痿之病从何得之？是曰：或从汗出，或从呕吐，或从消渴小便利缩，或从便难又被快药下利，从亡津液，故得之。下段呢就讲它的主症。曰：寸口脉缩，其人咳，口中凡有柱妥涎沫者，何？是曰：为肺痿之病。若口中噼噼燥，咳及胸中永永痛，脉反滑缩，此为肺痈咳妥脓血。脉缩稀者为肺痿，缩实者为肺痈。那么这一段在下段呢，就讲了肺痿和肺痈的症状、脉象以及两者的鉴别。我们先来看上段，指出肺痿的
病因，它的成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发汗过多。我们知道《伤寒论》呢，他讲了太阳病发汗过多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发汗不当，它会伤阳，伤心阳、伤脾阳、伤肾阳，是吧？那种呢，是一般多数是指阳虚体质的人，不是所有的人发汗多了他就一定伤阳。阳虚体质的人，现在有风寒感冒，给你用辛温发表药，发汗太多，伤阳了，过多了。那么这里呢，他也是发汗，可是他伤阴了。那么这种病人呢，就是因为他的素体呢是阴虚的，素体是阴虚的。他得了感冒以后，给你发汗过多，反复用辛温发表的药来去发汗，那么发汗多了，出汗多了，它就伤阴了，是吧？是指阴虚体质的人就会伤阴，阳虚体质的人就容易伤阳。呕吐，反复的呕吐，特别是有胃脘疾病的人，反复呕吐，他也容易伤津，而且有时候伤津还很严重的。我见过一个女病号，她只是吐了3次，而且呢，这个腹泻了2次，腹泻也不是很多，腹泻2次，呕吐3次，就出现了脱水的症状，什么四肢抽搐、抽筋、发烧，口干口渴，这种津液不足的现象，所以反复的呕吐它也可以伤津的。偶然之间，一般比较健康的人呕吐1、2次、4、5次、5、6次，他不会出现伤津的现象，但是有些阴虚体质的人，他容易伤津了。